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白裙生图惊艳热搜，网友：这才是仙女下凡的真实模样。赵丽颖一袭白色仙女长裙惊艳亮相，生图美到失语，简约剪裁勾勒曼妙身姿，蕾丝刺绣流淌华美光泽，完美诠释优雅与纯净。红毯从未失手的她，再次印证实力与魅力的双巅峰。网友直呼：这就是顶级女神范儿。昨日，一场品牌活动竟因赵丽颖的现身瞬间点燃全网。当这位国民女神以一袭绝美白色仙女长裙踏上红毯，热搜榜单瞬间被赵丽颖白色仙女长裙的词条霸占，话题阅读量火速突破数亿，更强势登上抖音热点 Top 3。她仿佛自带光芒，每一步都牵引着所有镜头与目光，将现场化作了星光毒药的舞台。高清生图下的赵丽颖，其状态之绝领，无数网友直呼美到失语。这身白裙堪称精妙绝伦的艺术品，轻盈薄纱如烟似雾，其上点缀的精致蕾丝与立体刺绣，在灯光下流淌着细腻而华美的光泽。简约流畅的剪裁完美勾勒出她曼妙身姿，而飘逸灵动的裙摆随着她的步伐摇曳生姿，宛如月光倾泻流淌。她未佩戴繁复珠宝，仅以温婉盘发与清透妆容相衬，那份自信从容、不染尘埃的纯净气质，已然成就了仙女本仙的惊艳注解。这惊艳一幕，不仅是视觉盛宴，更暗藏多重深意。品牌与形象的完美共振，赵丽颖近年气质愈发沉淀温润，这身极致简约又高雅的白裙，正是她个人特质与品牌高级调性一次天衣无缝的契合。无可撼动的红毯定海神针，从早期甜美灵动到如今的优雅大女主风范，赵丽颖的时尚蜕变肉眼可现。此次白裙造型再次印证，无论风格如何流转，她始终是红毯上那个从未失手的绝对焦点。实力与魅力双巅峰，当第20条等作品持续展现她日益精进的演技，这样闪耀时刻更印证了赵丽颖作为演员与时尚偶像的全面实力。她既能以角色打动人心，亦能以光芒点亮现实。网友激情刷屏：救命！这是真实存在的美貌吗？生图比精修还绝，白色果然是最配她的颜色。气质这块银宝真的拿捏死了，优雅本压，温柔又有力量，这就是我心中的顶级女神范儿。随便一站就是画爆，古香和气质太优越了。双引号。当喧嚣散去，红毯的灯光渐熄，赵丽颖这抹纯白倩影却已深深刻入大众记忆。她不仅是一世的胜利，更是一位顶级女演员在时光沉淀中绽放的自信光芒，无需刻意争抢，存在即是最耀眼的高光。赵丽颖再次让网友惊艳，这一次不是靠戏剧角色的塑造，也不是借助精修镜头的滤镜效果，而是一组毫无修图痕迹的生图。在某次品牌或活动现场，她身穿一袭白色长裙出场，轻纱飘飘，气质温婉，恍若从画中走出的仙女一般。这组生图迅速在社交平台刷屏，不少网友直呼：这才是真正的仙女下凡。她根本不需要精修，镜头原图都能封神。双引号。我们常说明星在红毯上是靠造型师，私下是靠脸，但赵丽颖这一次用真实、自然、毫无滤镜加持的状态，刷新了公众对她颜值与气质的认知。从照片可以看到，她没有复杂的妆容修饰，只是简单的低马尾和自然裸妆，白色长裙将她整个人的气质衬托得既纯净又高贵。即使是高护抓拍镜头，她的五官依旧精致耐看，肤色白皙通透，整个人仿佛在发光。这也引发了一个讨论：如今内娱内卷严重，滤镜美颜成为标配，多少明星一脱离修图就暴露原形，而赵丽颖却能凭一组生图横扫热搜，不仅没有翻车，反而被称为越自然越惊艳的代表人物。这份底气来自她这些年对自己的管理与沉淀，更来自她从艺以来不断打磨演技与自我修养所散发出的内在气质。
事实上，赵丽颖从出道至今一直在被低估与质疑中前行。她不是科班出身，起点也并不算高，圆脸、小家子气、不够高级感等标签曾被频繁套在她身上，但她却从未用言语反击，而是一步步用作品、角色和稳扎稳打的努力回应外界的质疑。从《陆贞传奇》到《花千骨》，再到后来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，幸福到万家，他的每一次蜕变都印证了他作为演员的可塑性与坚韧。而如今这组白群生图刷屏，也许正说明，当一个演员的气质、状态与阅历达成平衡之后，哪怕没有剧本的加持，也能凭一身造型打动人心。赵丽颖的美不再是停留在五官层面，而是一种浸润在时光与积淀下的自然流露。她的笑容不再是青涩甜美，而是淡定从容。她的眼神不再是单纯可爱，而多了几分坚定与通透。很多网友感慨，赵丽颖这次是真的赢了。这句赢不是赢在热搜流量，而是赢在真实可见的状态。她没有追逐所谓的高级脸趋势，也不刻意迎合某种风格，而是忠于自己，活出自己的模样。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松弛感与自信，恰恰是当代女性最令人欣赏的状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白群生图热搜的背后，还有许多业内人士的评价也颇为正面。有化妆师评价她，赵丽颖的五官比例非常协调，特别适合这种纯白色礼服风格的造型，镜头下几乎零瑕疵。也有摄影师表示，她在镜头面前非常稳，懂得如何面对各种角度，自信又专业。这些背后的专业肯定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丽颖这些年在镜头表现力上的成长。然而，赵丽颖从来都不满足于美貌标签，她始终在寻求跳出舒适区，尝试不同的角色挑战。在即将上线的新剧《造成者》中，她饰演一位在建筑行业中披荆斩棘的女性角色，不再只是温柔坚韧的代名词，而是多了几分沉稳、果敢与女性力量。她始终在扩展自己作为演员的边界，而不是停留在花瓶阶段。也因此，观众不仅欣赏她的外貌，更欣赏她不畏舆论、不怕挑战的精神。走到今天的赵丽颖，不再只是那个圆脸丫鬟，而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代表。她用多年的沉淀与成长，证明了自己可以不靠话题也能站稳脚跟，也可以在无声处赢得掌声。这次白群生图的惊艳，恰好是她多年努力的一种自然显现，是一种无需多言自成风景的状态。我们总说娱乐圈是一个外貌至上的行业，但真正能在这个行业长红的，绝不是单靠颜值。赵丽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只有不断打磨自我，敬畏作品，沉下心演戏，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心。她身上的仙气，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在现实磨砺中练出来的。最后，想对所有喜欢赵丽颖的观众说一句，我们见证了一个从小角色一路成长到顶流的过程。也许你会喜欢她的颜值，但更别忘了，她身上所散发的那份坚定与柔韧，是更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的地方。愿未来的赵丽颖继续在光影中闪耀，不为争夺热度而迷失，不为喧嚣所动摇，用自己的步伐走出独一无二的女演员之路。而我们也愿意在她每一次出场时，继续为她喝彩，为她见证。王一博诚以陈钰琪新剧开打，青歌煮酒少年行热血仙侠燃爆暑期档。青歌煮酒少年行集结王一博、陈钰琪等实力演员，演绎少年对抗恶势力的热血传奇。仙侠与青春校园的奇幻碰撞，千年剑术天才与外冷内热女神的命运交织，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即将开启。在观众们的翘首以盼中，一部极具看点的仙侠新剧《青歌煮酒少年行》正蓄势待发，引发了无数粉丝的热议与期待。这部剧不仅拥有扣人心弦的剧情，更集结了一众实力与颜值兼具的演员，尤其是王一博与陈钰琪的搭档，无疑成为了最大的亮点之一。王一博、陈钰琪《青歌煮酒少年行》剧照。
青歌煮酒少年行讲述了一群17岁的少年们在面对恶势力时，如何凭借着勇气、智慧与热血，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对抗之旅。与传统仙侠剧不同，该剧巧妙地将青春校园与仙侠、修真元素相融合，打造出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却又不失现实感的独特世界。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男主藤静，这一角色堪称剧中的灵魂人物。藤静作为千年罕见的剑术天才，外表看似冷漠疏离，实则内心善良且重情重义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藤静将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他的身世之谜也将逐渐浮出水面。而王一博将如何通过细腻的表演，诠释这个角色的成长与蜕变，无疑是观众最为期待的看点之一。与王一博搭档的女主女娲后人星慧，则由陈钰琪饰演。星慧在蜀山学院中是众人眼中的女神，外表冷若冰霜，让人难以接近。在学院的生活中，星慧逐渐被藤静等人的热情与真诚所打动，开始敞开心扉，与大家并肩作战。陈钰琪将如何演绎这个外冷内热的角色，与王一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，也让粉丝们充满了期待。除了王一博和陈钰琪这对备受瞩目的主演外，该剧还汇聚了王以伦、裴子天、柴玉、狄亦舒、苗侨伟、陈浩民、马德钟等一众实力派演员。他们的加盟为该剧的品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，也让观众对剧中丰富多样的角色充满了好奇。相信这部融合了仙侠、青春、校园等多种元素的作品，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。让我们共同期待这群少年在剧中如何用热血与勇气，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。青歌煮酒少年行的出现，无疑为近年略显同质化的仙侠剧市场注入了一股清流。在这个炎炎夏日，本剧仿佛为观众送来了一阵来自九天之上的清风，既有快意恩仇的江湖豪情，又不乏细腻动人的人性正渣。王一博与陈钰琪这对全新搭档的化学反应，则成为了剧集最大的惊喜之一。他们既有颜值加持，也有演技硬核支撑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演活了青歌与若九两个鲜活的少年角色，一个狂放不羁，一个冷静果决。在刀光剑影的世界中，他们的友情与成长，构建起了观众心中的新一代仙侠图腾。王一博此次饰演的青歌一角，既承接了他以往在《陈情岭风起洛阳》中展现的正气凛然气质，又突破了以往角色的沉稳框架，融入更多青春热血的少年义气。他不再只是冷面天才，更是有情有义的热血少年。从第一集他骑马出场的洒脱身姿，到面对兄弟离去时眼中含泪却强忍不哭的镜头，无不展现着王一博在情绪层次和表演细节上的进化。他不是在演，而是成为了青歌本身。他的眼神会说话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仿佛在诉说我就是那个闯荡江湖、守护正义的少年。而这种沉浸式的演绎能力，也正在让越来越多观众重新定义偶像演员的真正价值。陈钰琪饰演的若九同样令人眼前一亮。不同于以往仙侠剧中女主常常陷入花瓶或恋爱脑的刻板印象，若九是一位有头脑、有武艺、有抱负的女剑客。她与青歌之间并非一见钟情，而是在一次次并肩作战中逐渐建立起信任与情感。陈钰琪用极具爆发力的表演撑起了这个角色的多面性，她能在大战中斩敌无数，也能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舔舐伤口。她是青歌的战友，更是自己的主角。这种强韧而温柔的女性力量，成为本剧的另一大看点。青歌煮酒少年行的剧情设计更是精巧纷呈。在仙侠世界的传统设定之上，本剧融入了江湖门派纷争、家国情仇、神秘古术等多种元素，使得故事层层推进却不显混乱。而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少年义气这一内核。从青歌、若九到忠义门的云剑、游龙帮的小五，每一个角色都不只是工具人，而是有血有肉，在情感与抉择中不断成长的真实个体。他们的命运交织，
构成了一幅属于年轻人热血拼搏、逆风翻盘的时代画卷。除了剧情和演技，本剧在美术、服化道和配乐等方面同样可圈可点。服装设计上，主角的造型不仅贴合角色性格，还融入了多种传统工艺与国风元素，既保证了视觉冲击力，又让观众在审美上获得极大满足。尤其是王一博的战袍加披风造型，英气十足，成为粉丝热议的焦点。配乐方面则由国内一线作曲团队打造，主题曲逐风轻歌旋律大气磅礴，插曲则多为古风柔美，成功为剧情渲染出了极致氛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轻歌煮酒少年行》不仅仅是一部剧，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和情感的链接。当今年轻人或许身处现实压力之中，但在剧中，他们能看到侠的精神、情的执着、义的坚守。这种共鸣不仅让剧集口碑发酵，也让许多人在弹幕中留下青春不老、江湖未远、轻歌若酒、敬少年的真情流露。而王一博本人更是在这部剧中再一次完成了从演员到创作者的蜕变。他不再只是站在镜头前完成任务的艺人，而是用心走进角色，深度参与人物命运的灵魂级演员。他在幕后对于动作戏的亲自设计，对于情感走线的精准把控，以及对于团队协作的极高配合度，都让人看到了一个演员的职业尊严与热爱。这种热爱加实力的组合，才是真正令人敬佩的德艺双馨。面对这样的佳作，作为观众，我们不仅是追剧的受益者，也是文化共振的参与者。我们或许无法像青歌那样手持长剑闯荡江湖，但我们可以在现实中保有那份少年义气，哪怕身在喧嚣都市，也不忘初衷，不忘热爱，不忘彼此之间的信任与真诚。青歌煮酒少年行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江湖不在远方，而在心中。真正的侠气不是飞天遁的，而是对美好与正义的坚定守护。在文章的最后，我想对所有喜爱王一博、关注青歌煮酒少年行的观众朋友说一句：谢谢你们的坚持、热情与支持。正是你们的真心点赞和理性反馈，才让好作品被更多人看见，也让王一博这样一直默默努力、用作品说话的演员能够持续发光发热。愿你我都能在这部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青歌与若酒，找到曾经那份敢爱敢拼、义无反顾的少年感。江湖未远，少年仍在。这个夏天，愿你我都不负热血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